大汉帝国的战争机器在汉武帝的意志下狂飙了40年，卫青、霍去病打出了封狼居胥的武功，桑弘羊榨干了民间的最后一枚铜钱。这台名为大汉的集权战车看起来已经无懈可击，但历史的铁律是，当一台机器将性能压榨到极限，且没有任何外部制衡时，它最致命的崩溃一定是从核心的权力中枢开始的。今天让我们直视大汉帝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场内乱，看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暮年君主是如何逼死自己的接班人，又是如何在坠入亡国深渊的前一秒完成那次惊心动魄的政治急刹车的。公元前92年，长安城未央宫，几个手持铁锄的低阶官吏正在大汉帝国最高权力者的寝宫里挖掘，名贵的地砖被粗暴地撬开，泥土散发着潮湿的腥气。最终他们在皇帝的床榻下挖出了一个刻着生辰八字、扎满铁钉的桐木人偶。躺在病榻上的汉武帝刘彻看着这块破木头，发出了剧烈的喘息和怒吼。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灾难——巫蛊之祸的开端。那个曾经驱使14万匹战马横扫大漠，视匈奴单于如草芥的千古一帝，在步入暮年之后，不再害怕任何现实中的军队，却对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诅咒产生了极度的生理恐惧。这块埋在土里的桐木人偶彻底引爆了老皇帝的被害妄想症，一场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无差别大清洗随之降临。在理解这场大清洗之前，我们必须先直视汉武帝晚年的生理状态。刘彻老了，几十年的杀戮和极度紧绷的政治算计彻底击穿了他的神经。汉书记载，他在建章宫休养时甚至产生了严重的幻觉，上心既以为疑，常昼寝，梦目人数千，持杖欲击上，上经误因事体不平，随苦呼呼善忘。他经常看到有成千上万手持棍棒的木头人在朝他扑过来殴打他。当一个掌握着绝对权力的独裁者，其肉体和神经开始衰退时，整个帝国的决策中枢就会陷入疯癫，而这场疯癫的真正清算目标根本不是什么懂妖术的女巫，而是大汉帝国的接班人太子刘据。在传统的叙事里，太子刘据往往被塑造成一个性格软弱、被奸臣陷害的倒霉蛋，但这掩盖了这场杀戮背后的真实政治逻辑。太子刘据绝不是懦夫，他是帝国预先设定好的战后重建班底。汉武帝打了一辈子仗，他很清楚大汉的国力已经被透支到了极限，他需要酷吏去敲骨吸髓，去压榨战争资源，但他同样清楚这种状态不能永远持续，所以他特意为太子配备了顶级的儒家学者作为老师，培养太子的人道。但这种父子间的权力分工，随着汉武帝寿命的不断延长，演变成了一场不可调和的死局。太子宽厚，多所平反；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用法严挺者皆毁誉之。太子宽厚，屡次平反那些酷吏制造的冤假错案，于是全天下希望休养生息的官僚全部聚集在太子周围，而那些靠着严刑峻法、杀人抄家起步的酷吏集团则疯狂地攻击太子。这是两套水火不容的执政逻辑。以江充为首的酷吏们心里非常清楚，一旦老皇帝咽气，太子继位，为了平息40年的民怨，他们这些沾满鲜血的黑手套必然是第一批被清算的。为了活命，酷吏集团必须在老皇帝驾崩之前把太子彻底铲除，而老皇帝晚年生理上的幻觉和对死亡的恐惧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把屠刀。公元前91年秋天，酷吏江充拿着汉武帝亲自签发的搜查令，带着一群特务以搜查巫蛊的名义直接冲进了太子的东宫。江充的人把东宫的地砖全部砸碎，连放一张床的地方都没有留下。最终他们毫无悬念地从土里挖出了桐木人偶。江充冷笑着宣布，太子诅咒皇帝，罪证确凿。此时的太子刘据被逼到了绝境，老皇帝在100多里外的甘泉宫避暑，生死不明。江充控制了太子与皇帝之间的所有上奏渠道，任何想要去见皇帝的使者都会被半路截杀。在集权制度的黑箱里，太子完全丧失了与最高权力沟通的机会，退一步就是身败名裂的引颈就戮。刘据拔出了长剑，在他看来，这不是造反，而是自保。太子矫诏调动了长乐宫的卫队，将江充当街斩首，并将江充手下的特务统统烧死。随后他下达了动员令，打开长安城的武器库，向全城的平民甚至是监狱里的死囚发放武器，准备死守长安。消息传到甘泉宫，汉武帝没有派人去核实真相，而是直接调动了最精锐的中央野战军，由丞相刘屈毛率领，向自己的首都、自己的亲儿子发起了全面进攻。重门击拓，以待暴克，封闭长安城所有的城门，连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长安变成了一个没有退路的恐怖角斗场。核战5日，死者数万人，血流旗干，胜负未决，长安城闭。
一边是装备精良的中央重甲步兵，一边是手持简陋武器，为了生存而疯狂搏杀的平民与囚徒。几万具尸体层层叠叠地堆在街道上，流出的鲜血淹没了活人的脚踝和小腿。大汉的军人没有倒在抗击匈奴的战场上，却在未央宫的城墙下互相砍下了对方的头颅。5天的血战之后，太子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终究敌不过大汉的重甲正规军，刘据兵败逃亡，最终在一个穷苦鞋匠的家里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在宫中的大汉皇后卫子夫也交出印绶，悬梁自尽。太子死了，皇后死了，皇孙们被屠戮殆尽。当这场疯狂的内耗彻底摧毁了帝国的接班人后，老皇帝猛然醒悟了。长安的血迹还没干透，汉武帝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巫蛊之术，太子是被逼无奈，而自己亲手摧毁了30年心血培养的接班人。但作为一个集权政体的核心，他不能承认是自己的多疑导致了这一切。于是这台绞肉机调转了刀口，开始了第2轮反向大清洗。汉武帝下令当年参与镇压太子借机升官封侯的将领全家抄斩，构陷太子的江充被一灭3族。那些在长安巷战中拔刀砍向太子的人统统身首异处，群臣以巫蛊作死者数万人。2轮清洗下来，数以万计的官僚将领贵族被送上断头台，大汉帝国的核心管理层几乎被彻底屠戮一空，朝廷陷入了巨大的停摆。在血洗了整个朝堂之后，汉武帝在长安建了一座思子宫，在太子自缢的地方建了一座归来望思之台。不要把这看作一个老父亲迟来的眼泪，这是一个垂暮的暴君站在被自己亲手砸烂的帝国废墟上，面对后继无人的权力真空所表现出的绝望。太子之死抽干了汉武帝最后的精气神，但也意外地打醒了这个陷入疯狂的帝王。此时的大汉帝国已经站在了全面崩溃的悬崖边缘。对外，大舅哥李广利在征讨匈奴时被围，兵败降匈奴，大汉精锐尽丧。对内，海内虚耗，民力凋敝，关东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流民起义。如果再往前走一步，大汉就会重蹈秦始皇的覆辙，2世而亡。在这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汉武帝做出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个政治决定，他强行压下了自己作为千古一帝的骄傲，向全天下下达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在诏书中驳回了将领们继续在西域轮台屯田扩大战争的请求，并下达了帝国最新的运转指令：当今勿再禁苛暴，止善赋，立本农。12个字，禁苛暴，废除酷吏的高压统治，止善赋，停止一切为战争筹款的巧立名目，立本农，把所有资源重新切回农业休养的轨道。3个短句，没有一句废话。汉武帝用自己一生的荣誉作为代价，紧急踩死了战争机器的刹车。他向全天下发出了最明确的信号：战争结束了，帝国开始重启。轮台罪己诏绝不是一个暴君的良心发现，而是一台集权机器在面临全面崩盘时，强行切断所有外部扩张程序，以保全权力中枢的终极自救。汉武帝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踩下了大汉帝国的急刹车。但他躺在武作宫的病榻上，看着身边空荡荡的未央宫，心里却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危机根本没有解除。太子刘据死了，现在他选定的新继承人刘弗陵仅仅是个几岁的稚童，而稚童的背后站着他那正值青春鼎盛、充满野心的母亲钩弋夫人。汉武帝60多年前刚登基时，吃够了太皇太后斗食干政的苦头，他比谁都明白，这台刚刚重启、千疮百孔的帝国主机绝对承受不了一次外戚夺权的2次重创。为了给大汉帝国打上最后一道安全补丁，这位垂死的帝王将目光看向了那个他曾经最宠爱的年轻女人。